本月30号将举行菲律宾后任总统小马克思的就职典礼，而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当选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呢，已经在19号举行了副总统的就职典礼。那其实呢，在杜特尔特之前，菲律宾的正副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从来都没有分开举行过。范先生，您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那至于他为什么要打破常规，提前举行就职，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我认为他自己提供的理由就是最可信、最可靠的理由。他是希望呢，在6月30号这一天能够亲自出席总统小马可斯的就职大典，所以说他必须先把自己的就职典礼妥善办好。而且呢，在6月19号这一天，8方宾朋汇集到他的家乡达沃市给他捧场，那么说他必须要做一些礼仪性的回访。另外，莎拉本人呢还具备3重身份，一个是即将卸任的达沃市市长，另外呢也是后任的副总统和教育部长，所以说他要在达沃市打点好自己的老臣，然后呢还要跟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做好交接工作。那这些都是比较繁琐的工作，11天的时间其实并不长，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前举行自己的就职典礼。实际上，尽管小马克思在菲律宾大选当中呢是大胜，但是菲律宾国内仍然有不少的反对派说要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搞事情。那范先生，根据您的观察，菲律宾国内反对小马克思的这种声浪大吗？他在竞选的时候喊出了“团结菲律宾”的口号，能够实现吗？以前抨击马加非常凶的一个主流电视台，现在呢也不得不放低声调。还有这个菲律宾在大选期间反对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前外交部长黎罗沙溜先生，这也就是菲中关系在阿基诺总统时期跌入冰点的那位外交部长。他现在也不得不说小马的一些好话他甚至呢说我们要鼓励公众，敦促小马可斯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总统。所以说，小马可斯现在背后他这次拿了3100万票，背后有强大的民意支持，有强大的授权。所以说，就连这些反对派大佬也不得不放低身段。所以呢，菲律宾目前反马声浪并不强大，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期。小马可斯我们也希望他能利用这段蜜月期，抓紧时间施展自己的政纲，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杜特尔特宣布呢，卸任之后就要退出政坛。不过呢，接下来莎拉呢将接手他任内的这个禁毒工作，而且这个小马克思呢也将延续他的这个大建特建项目。这是否意味着杜特尔特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会在？那么小马克思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他的衣钵呢？其实，在菲律宾大选期间，好几个总统候选人都谈到要继续推进基建设施建设。那包括反对派候选人罗伯雷多，小马本人也是明确表示要继续推进杜特尔特总统的大建特建计划。所以我觉得，当然是政策议程的延续，并不是体现杜特尔特影响的方式，反而说明对于菲律宾这个疾病缠身多年的病人，第一任总统开出的药方都存在相似之处。当然，打击毒品是杜特尔特总统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尽管在国内国外面临很多非议，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小马和莎拉在竞选期间既谈到打击毒品的重要性，也谈到会以自身的方式去推进打击毒品的政策。所以小马政府他会保持一定的政策延续性，但是呢，他不可能全盘接受老杜的政治衣钵，而且他本人未必也想成为杜特尔特二世。6月19号，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在家乡达沃市宣誓就任菲律宾第15任副总统。分析人士称，原本菲律宾正副总统的新旧交替都在6月30号，小马克思也决定在那一天宣誓。但是为什么他的副总统要提前11天宣誓就职呢？在就职典礼上，莎拉与家人以及当选总统小马克思一家共同上台合影留念，而站在 C 位的是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这似乎在预示着一种传承。此前，杜特尔特也开玩笑地说，从6月19号到30号这些天，2位杜特尔特将作为总统与副总统领导菲律宾。那么，未来莎拉与小马克思将携手，能否成为最佳拍档呢？一起来看短片。I, Sara Zimmerman Duterte,
my duties as Vic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6月19号下午，菲律宾后任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在达沃市政府前举行就职典礼。他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埃尔南多面前手按圣经宣誓，而其父亲即将卸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在旁见证。宣誓完毕之后，沙拉在父母亲的见证下进行了签字仪式，随后发表了接近11分钟的就职演说。We should ponder upon, as one country, united in our determination to overcome our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 our aspirations. 在这场就职典礼上，还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后任总统小马科斯和前总统阿罗约均出席了就职典礼，也就是前任、现任和即将上任的总统同时现身。外界也注意到，在沙拉宣誓就职副总统后，与会的马克思家族成员作为贵宾上台，与沙拉一家合影留念，两家人有亲密互动。当选总统小马克思拍了拍杜特尔特总统的后背，沙拉拥抱小马克思的姐姐参议员艾美和小马克思妻子丽萨马克思，后者也向沙拉母亲伊丽莎白打招呼，而艾美还和杜特尔特说上了悄悄话。实际上，此前美媒曾传出小马克思和沙拉在职务分工上出现分歧。据彭博社5月18号报道，小马克思任命沙拉担任教育部长，但沙拉曾公开表示自己更倾向主管国防事务。沙拉的竞选团队承认，此前确实和马克思谈到过相关话题，但沙拉没有表达过对任何职位的偏好，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当选总统手中。沙拉随后表示，自己已经对担任教育部长准备就绪，并且感到兴奋。沙拉称，他预料到希望看到新政府失败的人会编造有关他的忠诚和国防部长职位的阴谋，以离间两人的关系。实际上，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和副手罗布雷多就独有居遇。尽管罗布雷多是华人媳妇儿，但他的外交立场亲美国，在2016年竞选时也受到阿基诺家族的支持。在许多议题上，罗布雷多常常和杜特尔特唱反调。罗布雷多曾直接声称，杜特尔特发起的禁毒战争违反法律和道德，严重损害了菲律宾的国际形象。从杜特尔特那里要来了禁毒工作总指挥的岗位之后，罗布雷多在自己的官邸公开会见了多名美国官员，讨论菲律宾的禁毒问题。由于美国一直坚决反对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所以外界担心罗布雷多此举很有可能会葬送杜特尔特3年多的禁毒成果。最后，掌管禁毒工作3个礼拜的罗布雷多被杜特尔特火速炒鱿鱼。罗布雷多甚至是通过媒体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辞退。这一次的选举，因为毕竟罗布雷多也拥有1400多万的票，那所谓的反对派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实力，所以小马可西跟沙拉他们所传达的这个团结的信息，就是要建立一个以菲律宾核心价值和传统为基础的新型政治联盟。实际上，根据菲律宾国家宪法，尽管沙拉自行决定要提前举行就职典礼，但其副总统任期仍然要从6月30号中午才正式开始。沙拉表示，他之所以将就职典礼提前，是为了确保乡亲能见证他宣誓就职，以答谢乡亲这些年来给他机会从事公共服务，也是为了方便他出席小马克思的就职典礼，并与他一同参加向菲律宾人民表达谢意的答谢会。不过，菲律宾艾特诺德达沃大学政治学者贝莱诺认为，沙拉决定不与小马克思一起举行就职典礼，表明他正在走自己的路，焦点都在他身上。如果是正副总统就职典礼，所有人的焦点都会是总统。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2016年，当时的杜特尔特决定不与副总统罗布雷多一起宣誓就职，两人于6月30号分别举办就职典礼。如果我们看这个选举的结果，沙拉是3200多万票得选，小马可是3100多万票得选因为有一句老话是说，政治家在赢得选举后的第2天就开始准备另一场选举。那根据沙拉的谈话，他这个副总统办公室今后要在全菲律宾设立6个卫星办公室。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沙拉就他宣誓为副总统这天开始，实际上已经在6年后问鼎总统大会做准备了。
另一方面，即将在6月30号履新的小马克斯也正在加紧组建未来的政府团队，其中菲律宾国立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克拉瑞塔·卡洛斯将加入小马克斯的内阁，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备受关注的国防部长一职则由退役的前参谋总长福斯蒂诺担任。由于菲律宾的法律规定，军官要退役1年后才能够接受政治任命，因此去年11月12号刚届龄退役的福斯蒂诺将先担任国防部高级副部长和主管官员，直到今年11月13号再正式接任国防部长。福斯蒂诺今年57岁，毕业于菲律宾军校，曾担任陆军第35步兵营和501步兵旅指挥官，这2个单位都位于菲律宾南部民达纳俄岛的苏禄省。宗教势力和非共游击队在民达纳俄多个地区横行。小马克斯团队称，福斯蒂诺是一位十分受尊敬的棉兰老老兵，曾在棉兰老联合别动队、步兵和情报职位任职。福斯蒂诺与菲律宾南部的民达纳俄穆斯林自治区颇具渊源，在杜特尔特政府中，福斯蒂诺历任陆军司令和参谋总长。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福斯蒂诺正式出任国防部长后，将平衡菲律宾与中美的关系。小马可西也在公开谈话说，他会继承杜特尔特的独立外交主张，在中美之间选择平衡点。那同时他也表示不会放弃菲律宾人。那根据卡洛斯跟这个福斯蒂诺他们2个现在的这种谈话，那无疑的表现说，他们基本上会奉承小马可西的这个对外政策。而将发展经济作为优先事项的小马克斯也在周一宣布，他将兼任农业部长，以应对农业领域的挑战，提高国内粮食产出，避免菲律宾粮食供应短缺和粮价上涨。这也表示小马可西的极限。如果他在整治农业方面没有一定的把握，他是不会给自己这样一个难题的。这可以看出了小马可西上任后，他以这个振兴经济为重点，就是要面对这个疫情后的菲律宾经济，因为现在菲律宾经济在全球的这种情况下，的确是进入一个衰退期。实际上，从拜登首先致电小马克斯祝贺他当选开始呢，就可以看出来，美国还是非常的重视菲律宾这个传统的盟友的，非常希望拉住他。虽然说此前美国一直揪住马克思家族的人权问题，但是此时面对拜登政府递过来的这个橄榄枝，小马克思会跟美国走得多近？在杜特尔特时期受损的这个美菲关系会得到多大程度的修复呢？戴先生。不管是面子还是里子，美国都不希望菲律宾脱离它的掌控。那么，美国一直在利用南海问题离间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对于菲律宾来说呢，美国是它的传统盟友，一是菲律宾国内存在根深蒂固的亲美情结，很多菲律宾精英和大众都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二是菲律宾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军事现代化等方面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但问题是，菲律宾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是100%吻合。小马上台之后，非美军事合作还会继续发展。小马很难像老杜那样很强势的去挑战美国，他很可能进一步对美做出协调。尽管在杜特尔特任内呢，美菲关系有所下滑，但是近期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率团访菲，并且呢跟小马克思谈及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还有气候变化合作等等议题。当然，美国非常希望菲律宾能够在它的印太战略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菲律宾能够在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能够跟美国走得多近呢？那么在和整个东盟和东南亚关系当中，美菲关系当然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美国会抓住菲律宾这个棋子。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不仅是菲律宾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整个东南亚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意识到，我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在这种当中之下，我觉得呢，菲律宾尽管是美国多年的这种军事盟友，但它的基本的政策和大部分东盟国家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尽量的保持一种大国平衡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5月26号，当谈到南海问题的时候呢，小马克思突然表示，上任以后会维护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我们知道他之前呢说过，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他又做出这番表述，是说明他的南海政策已经突然转向了吗？其实这个南海仲裁裁决，小马克思本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个南海仲裁裁决实际上给菲律宾带不来任何的好处，因为无法执行，它反而是呢卡在菲中关系中的一个楔子。这个南海仲裁裁决是当时由美国和日本在背后推动菲律宾去到国际法庭状告中国。那么如果小马可斯现在彻底放弃了仲裁裁决，把它丢进垃圾箱，那么说无疑呢也是跟美国撕破了脸，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他执政的稳定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的来说，现在下结论说小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转向还有点早。首先，在大选之前，小马首先确实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小马顾虑国内的亲美势力，在菲律宾国内的一些强硬派，比如说前外长罗萨里奥、大法官加高德呢，他们与美国交往密切，一直紧紧抓住南海问题不放，他们也多次抨击菲律宾现任政府的南海政策和对华政策。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哈，6月份呢，小马这位后任总统连续参加中国驻非大使馆组织的活动多次，在每次活动上，他都对中方友谊赞誉有加。自从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以后，各界都在观望他的外交政策倾向，尤其是如何处理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在竞选期间，小马克思拒绝了数场总统辩论，也没有发表任何官方的外交政策声明。不过，由于小马克思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推动了中菲建交，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小马克思也积累了不少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就职日期的临近，小马克思陆续做出了一些涉外表态，从中可以透露出他怎样的对华对美思路。一起来洞察关键。6月10号，在第2届中菲相知奖颁奖仪式上，小马克思在发言中把中国称为菲律宾最强劲的伙伴。We are beyond the pandemic crisis. We are beyond the economic crisis brought on by the pandemic. We can only do it with our partners. And our strongest partner has always been, in that regard, our close neighbor and our good frie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称，中方赞赏菲律宾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期待同马克思总统领导的菲新政府共同努力，传承友谊，接续合作，推动中菲关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小马克思赢得大选以来，与中方互动频繁。5月12号，中国驻菲大使黄希濂就与小马克思举行了会面，当面向他递交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电，向马克思当选总统表示诚挚祝贺。小马克思告诉黄希濂：“你是我当选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使节，请你转达我对习主席的亲切问候。”2022年5月1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小马克思通电话，再次祝贺他当选菲律宾总统。在电话中，小马克思表示，在他就任期间将致力于扩展和中方的关系，使之进入更高层次，并将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中国的冲突。小马克思在竞选总统之前也与中国渊源颇深。1980年，年仅23岁的小马克思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在家乡北伊罗戈省担任副省长。1983年升任省长。北伊罗戈省是菲律宾最富裕的3个省份之一，也是马克思家族的根据地，有上百家中国企业在此投资兴业。2007年，中国在北伊罗戈省的首府老挝市开设了领事馆。小马克思担任北伊罗戈省省长期间，政绩显著，通过现代化方式积极发展农业和旅游业，推广风力发电，让这里成为北吕宋岛的能源重镇。2007年，小马克思率团访华，先后访问了厦门、北京、内蒙古自治区和大连。代表团在厦门期间参观了引路食品加工厂，在北京期间就再生能源方面积极寻求与中方合作。为发展风能发电，小马克思还与中方风能电力等有关部门或企业进行交流和座谈，参观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风能发电厂和大连市的风能发电设备制造厂。
而在此次菲律宾大选中，小马克思的竞选政纲之一就是将菲律宾打造成海上风力发电大国。他甚至以此作为个人品牌，所有竞选广告中都有风车元素。在马克思家族的引领下，北伊罗戈省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商务往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建特建计划进行深入对接，至今已经开展近40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其中，北伊罗戈省建设有目前菲律宾最大的风电和光伏一体化项目。这个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总投资43778万美元，由青岛中资中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这个项目在2017年初开工，是近年来中非双方企业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的首个大型工程，也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新能源合作发展上的一大亮点。值得一提的是，北伊罗戈省有一个名为中国园的公园，是中国驻拉瓦格领事馆和菲律宾北伊罗戈省政府合作建设的项目。这个中国式的庭院坐落在当地著名的圣地鲍威湖畔，紧邻北马拉坎南宫，红砖绿瓦，颇具中国园林建筑之美。在去年底的竣工仪式上，菲律宾北伊罗戈省省长蒙诺托克致辞表示，中国园揭幕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关系的又一体现。自建成后，已经成为北伊罗戈省热门的旅游景点。即便是对华关系中最敏感的南海问题上，竞选总统期间，小马克思也一直坚持应当与中国通过双边外交协商来解决问题，并且他也曾在专访当中提到，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他还指出，在他眼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3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根本不能算仲裁。There's an arbiter between two different parties. Even if we are building up and we are modernizing our AFP, malayong-malayo talaga tayo sa China when it comes to men and material and capability to fight a shooting war. So, wag na nating pag-usapan yun dahil hindi talaga option yun. We must continue to engage the Chinese. Nobody wants to go to war. China does not want to go to war. The Philippines must not go to war.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近期小马克思突然针对南海问题发出了备受争议的言论。5月26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小马克思罕见用强硬措辞阐述了自己的南海政策，表示上任后会维护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We will not allow a single square, and we even make it smaller, a single square millimeter. And how do we do this? Traipse around it. We're talking about China. 东南亚国家相对而言使用简单的这样的一种二元论的这种思维，要么亲中疏美，要么就是亲美抗中。是我不大赞成这样的一种像走非黑即白的这种思维吧。小马克思在南海议题上面，可能说更多来说还会包括着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色彩，所以也不会出现像阿基诺3世时期的这么一个叫做激进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他不会呢，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去倚仗美国更多，所以呢，双边的这样的一种磋商可能在小马克思政府时期有关重要。而在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看来，小马克思偶尔发出对华负面言论，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亲美派。亲美势力至今仍在菲律宾占有重要分量。我们知道菲律宾这几年对于南海问题呢，它国内社会也是有一些撕裂的，它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但是呢，亲美派反华势力或者是亲美势力，他们对于裁决，对于南海仲裁案要求和诉求又比较明显的，所以，马克思这时候提呢，也有一定的程度是在给菲律宾国内社会在讲。事实上，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对小马克思来说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在小马克思眼中，老马克思正是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才会遭遇政变并被迫下台，最终马克思一家被骗到夏威夷遭软禁，开始了5年多的流亡生活。如今，小马克思已经有15年没有踏上过美国的土地，他与他的母亲还因藐视法庭的裁决，面临额外的3.53亿美元罚款。1995年，马克思家族被夏威夷地方法院下令，需向其统治下的近万名人权受害者支付20亿美元的赔偿。此案数度反转，菲律宾政府反对美国越俎代庖，坚称此案应由菲律宾法院裁决。2012年，美国法院对马克思家族作出藐视法庭的裁决，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不被允许入境美国。不过，小马克思赢得大选之后，美国政府对小马克思的态度就立刻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在5月11号，当小马克思还没有完全确定当选总统之时，美国总统拜登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小马克思，祝贺他当选，并希望能够改善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而拜登也是第一位祝贺小马克思当选总统的外国领导人。6月9号，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亚洲行期间，在菲律宾会见了小马克思。此时，舍曼向小马克思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欢迎小马克思访美。至于小马克思在美国吃官司而无法入境的尴尬问题，舍曼表示，一旦小马克思成为总统，他就享有外交豁免权。The fact is that when you're head of state, you have immunity in all circumstances and are welcom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your official role. 按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说法，舍曼与小马克思举行了一次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会议，讨论了包括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推动人权在内的诸多话题。舍曼还不忘在此期间向小马克思推销印太经济框架。他表示，美方乐见菲律宾也加入这个区域合作组织，且美菲两国之间有充满愿景、积极主动的合作议程。舍曼还称，拜登总统期待着在马克思和他的政府正式就职后与他们展开合作。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杜特尔特时期呢，他6年整整都没有去访问美国去。那么这一块呢，美国可能说希望去改善，就是说小马克思这位总统有可能会避免杜特尔特时期的这么一个不出访美国的尴尬。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的高官对于菲律宾包括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这么一个有选择性的这样的一种访问和拉拢步伐还会再加快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对非的这么一个合作，我相信呢，对于小马克思政府仍然是十分有用的。面对美国释放的善意，小马克思在与拜登通话时就承诺，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将会更好，并邀请拜登出席他6月30号的就职仪式。他还称，若拜登参加了他6月30号的就职典礼，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小马克思已在多个场合中强调，他的家族与美国之间的过节将不会影响他的外交政策。菲律宾必须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今年3月16号，在一场线上论坛中，对于如果中美发生冲突，将如何处理与两国的关系的提问，小马克思回答道，菲律宾将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他反对像冷战时期与美国结盟那样的想法。他说，他不是为北京，也不是为华盛顿，而是为菲律宾工作，要为本国的利益而努力。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也不一定然叫做平衡的中美，实际上是在最大化菲律宾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做到这种不选边站，同时呢，也不至于让中美的大国竞争关系对菲律宾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安全，能说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说像马克思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务实的一个人，相信就是说他会避免像杜特尔特时期对美菲同盟关系有毁坏性动作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在经济、在安全方面呢，也会可能说把这个鸡蛋放在两个筐里面去。在南海问题上，尽管近期小马克思突然地提到了要维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但是呢，他长期以来都坚持南海问题应该通过中非双方谈判来解决，并且呢，曾经表示不会请求美国帮助介入南海问题，因为这最终只会是变成一场灾难。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他的这个南海观呢？我们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一方面，美国肯定会对小马施压，迫使小马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一定的行动。因此呢，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我想小马应该了解南海问题在中非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过去几十年，中非关系充分说明，如果南海争端得到管控，中非关系就发展顺利；如果南海争端失控，中非关系会一波三折。而且，如果小马确定把这些经济做，那么任由南海议题失控，肯定会影响中非关系，进而影响到小马重振经济的雄心。目前，小马克思的外交团队还没有定型，我想这个未来的外交团队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马的对华政策和南海政策。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呢，表示安全问题一直是美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他也声称已经跟美国特使讨论了有关菲美
访问部队协议的事项。有关这个访问部队协议呢，张女士，我们注意到，在杜特尔特时期，他经历了这个宣布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然后又3次宣布暂停。在去年7月的时候，美菲又宣布要恢复访问部队协议。那张女士，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小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未来美菲防务合作又有着什么样的态势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方高级官员他这个主动来访问菲律宾，包括提到这个访问部队协议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美国的这个包括他的这种军事人员、后勤人员、家属啊，包括他的军备物资就很难进入到这个菲律宾境内。这个对于双边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基石。菲律宾怎么样在军事问题上看待美菲关系？我觉得要理解菲律宾本国这个整个安全的一个状态。这个之前我也说过，就说菲律宾虽然我觉得它是这个一度是整个亚洲民主的橱窗，但是从90年代一直至今，我们看到相对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发展是比较滞后的。但是它国内的安全，它自己所谓的对外的安全挑战的又比较多。那么对内它主要是南部的这种分离主义啊，包括一些恐怖事件，恐怖袭击。那么对外它号称的就是它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它这个主权争议。所以在这个对内对外的安全问题上，它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它依靠谁？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国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无论怎么样，菲律宾国内是很难在安全问题上放弃对美国的这种依赖。我们注意到小马克思呢，他也比较关注访问部队协议，而且呢，最近这个菲律宾媒体也有爆出来说，菲律宾海军呢已经开始使用关闭了30年的苏比克湾，而且未来可能也不排除跟美军共同使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南海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在菲律宾，尤其是在菲律宾军方内部的影响非常深远。如果小马的对外政策过于偏离乃至挑战美国的利益，很可能会导致政权不稳，危及他个人的统治。这都是小马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说，他必须考虑非美关系的历史和过去。彻底与美国决裂的菲律宾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小马时代，菲律宾确有可能会为美国在苏比克湾的军事部署提供便利，但肯定不大可能是传统的军事基地，因为菲律宾宪法已经禁止外国在本国的军事基地部署。尽管菲律宾强调平衡外交，但是一旦跟美国及其盟友加强军事合作呢，被美国当作其在南海恶华的棋子，是否就在所难免了？南海局势会否复杂化？中国又该如何防范呢？我相信未来的小马克思政府在处理南海问题上，在处理非美合作的问题上，都会把握分寸。中国也要对小马克思施加一定的影响力，避免他不小心在非美军事结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导致一发不可收拾。总体上来说，我对南海局势未来的发展以及非中关系未来的发展还是抱一个乐观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既要与菲律宾可能存在的越轨行为做坚决斗争，又要留有余地，不要撕破双方的关系，同时强调中菲之间的共同利益。包括像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它具有非常强的这种战略自主性。那么我一方面是加强和中国的 RCEP 框架下的合作，那么另一方面我也加强和印太的经济战略合作，经济框架合作。所以你要理解，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就要理解它的中心性和它的统一性，包括它这种战略自主性。我自己一直认为呢，中国实际上呢要用好和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那么用好这种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那么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寻找他们大家一起的这种发展的共识，就可以使整个地区呢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至少我可以迟滞我觉得美国将整个地区拖入新冷战的这种可能性。在杜特尔特任内，美菲合作一度受阻，杜特尔特多次在公开场合不给美方面子，甚至拒绝访美邀请。那么，杜特尔特离任以后，在美国加码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下，新总统小马克思将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引人关注。今年1月的一次采访当中，当被问及会否请求美国介入应对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争端时，菲律宾后任总统小马克思给出了一连串的回答。他说：“美国能怎么帮助我们？什么样的帮助？他们会带上一艘航空母舰，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如果战争爆发该怎么办？
菲律宾将遭受最大的损失。这个想法是灾难的配方。不少评论认为，小马克思的回答可谓是人间清醒。不过，美菲本是传统盟友，面对刻意搅局南海的美国，菲律宾能否避免被绑上战车？今年以来，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日本等国的防务合作，又有何盘算呢？一起来看短片。5月23号，小马克思告诉媒体，他当天与美国特使讨论了有关非美访问部队协议的事项，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区格局中重新定义该协议。小马克思表示，安全问题一直是非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访问部队协议规定了美军人员及装备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及便利性。2016年6月，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一改过去为美国是瞻的政策，重新审视非美关系。2020年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宣布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该决定将于180天后生效。尽管随后菲律宾先后3次宣布暂停终止，但依然对当时的美菲军事同盟关系造成重大现实影响。观察认为，小马克思对访问部队协议的关注体现出美菲在防务安全合作方面加强合作的意愿。后任国安顾问卡洛斯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互防条约应被加强，因为美国已经提出了新的印太框架。这个有几个表现，第一呢，就是美菲联合的军事演习，那么可能会比杜特尔特时期强度上有所提升，频率上有所增加。第二呢，就是美菲军事人员、军事装备的交流和来往可能会增多。第三一个呢，就是美菲在具体的特定的军事领域合作、安全领域合作，可能会加强。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尽管我们现在谈这个军事合作方面，但是下一步呢，可能就是美菲在海上执法、海警方面的合作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就提出了这个印太海事感知这个计划。那么同时呢，在美国东盟峰会上也讲到了，大概6000万美元的资助，要支持这个海事合作、海上合作。那么这其中一大部分的经费投入就是到了这个海警合作里。菲律宾海军近日表示，已开始使用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作为海军基地。菲律宾海军的2艘导弹护卫舰之一已经于5月部署在新基地。预计1年内，菲军队将在该基地额外部署海军，不排除美军将力争共同使用这一基地的可能。近几年来，美国海军在与菲律宾的联合演习中使用了苏比克湾停靠舰船。苏比克湾长14公里，宽8到13公里，水深为24到50米。它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中西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10公里，距离黄岩岛仅250公里，是南海东侧的海上要冲，控制着沿马六甲海峡向巴士海峡方向的重要国际水道。此外，苏比克湾位于菲律宾西部海岸线的中间位置，出海后可同时向南中国东沙、西沙等海上诸岛进发，是监视和控制南海的战略前沿。日前，美国私募股权巨头 Cerberus Frontier 资本管理公司已经完成了对苏比克船厂的收购，未来拥有这座船厂300公顷土地的50年租赁权。这项价值3亿美元的交易，也是美国和菲律宾建立外交关系77年历史上最大的公司合作案。苏比克船厂周边的海域较深，可停靠大吨位的战舰、潜水艇及航母等舰艇。按照菲律宾政府的计划，苏比克船厂的一部分场地将改建为菲律宾海军基地。菲律宾海军可在当地建设栈桥、发电设备和军事设施。有评论就认为，美菲要巩固同盟，加强军事联系，现在苏比克船厂改造恰恰提供了契机。早在2019年，美国海军退役军官布莱恩·巴泽尔就在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上撰文指出，有了苏比克船厂的就近保障，美国海军不必像以前那样把船舶拖到千里之外的珍珠港进行维护或修理。在美国本土造船厂纷纷关门之际，苏比克船厂有助于美军确保太平洋海域的军舰可用并做好战斗准备。日本共同社在5月27号的一篇文章中，更是直接声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运作就是针对中国。评论指，日媒将菲方使用本国海港设施的行为扯到对抗中国身上，挑拨的意味非常明显。实际上，日本近来也加强了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的大型多用途船出港仪式，5月27号在山口县下关港举行。这是日本提供的第2艘该型舰艇。
全长97米，排水量2260吨。船上配备最新雷达等，将成为非海岸警卫队运行和管理的最大级别船舶。该船将与相同型号的第1艘舰艇共同部署在南海，负责领海警备与救援行动，旨在牵制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除了给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日菲近期还升级了防务合作。4月9号，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务大臣岸信夫与菲律宾外长洛辛、防长洛伦扎纳在东京启动了两国首次外交安全2+2会谈，并发布了联合声明。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首个2+2会谈国是美国，日本则是第2个，而菲律宾又是东盟国家中第2个与日本建立2+2机制的国家。日本将菲律宾视为安全战略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称，菲律宾是像日本一样的岛国，是南海沿岸国，像日本一样是美国的盟友，在防务方面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指出，日菲此次会谈的主要目标显然还是针对中国。由于日菲分别在东海和南海与中国有岛屿争端问题，他们在会谈中宣称的所谓反对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和遵守国际规则等，实质意图就是想要否定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把与中国的争端国际化，对华实施多边制衡。尤其是日菲同意签署防空雷达出口协议，以及从日本采购大型巡逻船，目的就是以中国为针对目标，增强菲律宾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和海上对抗能力。近年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始终是包括他的言论一些做法都是比较消极的，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这一次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日本有关领导人和高官他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那么日本在南海的问题上，它还是始终是把这个问题作为牵制、遏制中国的一个抓手，也是说日本通过介入南海问题来牵扯中国牵扯中国的这些精力外交精力投入的。2022年3月28号，美国推迟发表的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发挥盟友力量倍增器作用，要求盟国强化合作，共同对付中国。作为美国的两个盟国，日菲两国的举动显然正在主动协调深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实际上，近期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就不免令人怀疑有幕后推手。5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向中方提出抗议，无端指责中国禁渔令范围跟菲律宾和越南声称的专属经济区重叠，要求中方进行解释。所谓禁渔令，指的是中国从1999年起就在南海实行的伏季休渔，这是为了保证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休渔期间，除了钓具作业外，所有渔船不得出港，同时有关部门也将跟踪监控。按惯例，中国一般会在5至8月宣布禁渔令。吊诡的是，中方早在5月1号起实施禁渔令，但起初并没有见菲方有任何反应。直到2022菲律宾大选结束，正式宣布由小马克斯胜选后，菲方外交部才针对禁渔令发表了声明。有分析就认为，时机之特殊，或许是背后有人想给被视为知华派的小马克斯添加阻碍。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也跟菲律宾外交部打起了配合。在菲律宾提出关于南海禁渔令的声明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支持菲律宾提出抗议中国实施南海禁渔令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甚至还援引了2016年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声称禁渔令违反了该决议和国际法，美方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义务，正视菲律宾的诉求。显然，美国这是有意在禁渔令上大做文章。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伏季休渔令它本质上是出于对于南海渔业资源的一个养护，是中国作为给南海的最大的一个沿岸国履行沿海国责任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现在呢，这一种本来就是一个低敏感领域的或者是海洋治理领域的一个做法，那么被这种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我们其实也在呼吁，中国一直也在呼吁这个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来参与到这个伏季休渔里面来，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响应，反倒是把这个休渔令呢，或者是这个禁渔令过度的政治化，这个是从海洋治理或者是南海沿岸国合作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建设性的做法。